穿越这个话题，大家应该都听说过。现代人穿越到古代，我们见了不少。那要是古代人穿越到现代，又会怎样呢？今天的主角是位古代穿越者，他是来自江户时期的花魁，名字叫仙夏。穿越方式可以说是非常奇葩，居然是被人力车夫拉着来的，然后悄无声息的突然出现在一个叫藏地的男人身后。更离谱的是，车夫把仙夏送到地方后，竟然眼前一消失，只留他一人站那儿。好家伙，这穿越服务单程的吧？只负责送到，不负责回去。藏地看到仙夏，我一开始还以为自己幻觉了，天天打工肯定是太累了。可我一到家，看到家里的仙夏，彻底惊呆了。这世道治安挺差的呀，叔叔你们咋让陌生人进家呀？叔叔跟我说，这可是个大美女，怎么能拒绝呢？仙夏也不含糊，便自我介绍起来，自称令和时代的花魁。几人觉得仙夏应该不会骗人吧？说什么令和的？几人决定还是赶走仙夏吧。但面对仙夏的美貌压制，那几人最终还是让仙夏留宿了。一夜过后，妹妹寿奶决定去图书馆查找关于仙夏的资料。仙夏醒来之后被扫地机器人吓了一跳，更让仙夏吃惊的是，现在的车水马龙。仙夏觉得世界变了，心中有10000只草泥马在奔腾。他还没意识到自己穿越了，还想知道这里在江户的哪个地方。不等藏地回答，寿奶就查完资料回家了。他在浮世绘上看到江户时期的花魁画像，里面正好就有仙夏。寿奶觉得仙夏一定是从江户时期穿越过来的，因为仙夏的言行举止和打扮都和这个时代格格不入。但是藏地依旧持否定意见，说不定仙夏是玩 cosplay 的，还脑子不好。但现在寿奶和他叔叔都坚定地相信仙夏穿越了，和仙夏讲起了现代社会。他一个花魁表示完全听不懂，虽然听不懂，但他还是明白了一件事，那就是自己回不去了。既然回不去了，那就只能暂时住在藏地家这边。花魁本来就像浮萍，哪里都一样。仙夏说，去陌生的地方也要当最亮的那朵花。于是他终于在藏地家的餐厅上班了，成了一名打工人。餐厅的现代科技让他非常好奇，他觉得暖风空调是有人在上面扇热风下来的，还有播放的音乐一定是在看不到的地方，有乐师在演奏。没过多久，餐厅来了客人。仙夏不懂现代社会，竟用江户时代的方式接待客人。看被仙夏摸了手的客人，也不嫌冬天喝冷饮了，直接猛灌了一大口。还好藏地及时阻止了仙夏，事情怎么走向不好预测。仙夏被拦住了也没发火，继续留意着这个餐厅。他发现一女生在打电话，那女生叫全美，是藏地暗恋的对象。仙夏误以为全美在和他说话，为了避免尴尬就上前搭话，但打电话的全美并没回应他，这让仙夏有些恼火。但是经其他同事解释后，仙夏才知道全美刚才不是在和他说话，而是在打电话。虽然不太懂电话，仙夏也意识到自己误会了，心情立刻好转。仙夏找到了藏地，他知道藏地对全美有意，于是想撮合两人，也算报答藏地的收留之恩了。因此当仙夏回到家后，他帮藏地写了一封情书。历史迷妹寿奶看到情书后喊了一句太厉害，这仙夏写的东西在日本历史上称作祈请文，是用来祈求对方不变心，向神佛发誓的契约。藏地说，这种类似情书除了寿奶这种人，谁会喜欢呢？仙夏听罢，你有意见？行吧，我还有一个表白的绝招，不过有点痛，就是切小指。幸亏藏地反应够迅速，否则手指没了。但寿又惊呼厉害，切手指啊，在江户时代也是一种示爱的方式，甚至在日本文化中的拉钩切手指不许变就是从这里来的。只能说这种示爱的方式太过激烈，我们实在不能接受啊。仙夏在江户时也有个恋人，他的名字是阿直，但现在仙夏再也见不到他了，也不知道何时能回到过去。另一头，藏地正和全美聊天。全美之所以还在饭店，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在加班。全美为了业绩，觉得累点没关系。藏地很心疼啊，他喜欢的女孩太努力了。可藏的聊着聊着，就发现有点不对劲。啥时候多了背景音乐？一看是藏地，果然没错，仙夏在伴奏，弹着古琴呢。
全美被他们俩逗乐了，上班的烦闷一扫而空，还约了藏地第2天送外卖到公司。在全美的公司里，仙夏看到全美在做汇报，他觉得全美看上去挺高兴的，但接下来全美却被上司批评了。仙夏心想，全美已经尽力了，上司怎么还这样？仙夏觉得很不公，于是替全美顶撞了上司，这可吓坏了在场的人。赶紧把仙夏带走吧，姐姐呀，这样真的不行。全美虽然这次失败了，但她心里仍然不愿意放弃，这让仙夏很是佩服。可藏地却想不通，为什么全美不放弃呢？离开那公司，换个地方不也挺好的吗？仙夏和藏地有了分歧，仙夏劝藏地别轻易放弃，否则连明天都没法保证，说不定就会饿死在街头。但藏地反驳说，仙夏不了解现代，现在就算放弃了也不会死。两人大吵一架后，仙夏离开了藏地家，独自深夜走在街头。陌生的环境让仙夏回想到以前的生活，他也是很努力，才成为了花魁，在那个年代活出了自己的精彩。第2天，仙夏去了全美公司，这次藏地拦不住他了。仙夏毫不犹豫地拦下全美的上司，质问他们公司把员工当工具使唤，这样太过分了吧？难道就不能以人为本吗？整天当社畜，话是这么说，但也不能真把玩笑当真，怎么能不把人当回事儿？可能是仙夏这次出手见效了，全美的上司改了一点态度，这让仙夏感到很高兴。但是他很快发现，公司的社长在训员工。仙夏决定去教训社长，可他没料到，这个社长长得跟他在江户时代的恋人阿直一模一样。仙夏没多想，就抱住了社长，这让藏地和社长一脸懵。社长推开仙夏，让人赶紧叫保安，这里有女流氓，然后慌忙离开现场。仙夏并不知道社长不是阿直，还难过阿直为何不理他。仙夏回家后，左思右想的觉得社长就是阿直，因为不仅是脸，手指啊、耳垂啊都一模一样。天哪，这么详细！寿乃听见仙夏这么说，也犹豫了，毕竟仙夏说的阿直也可能穿越了。仙夏表示同意，感觉自己穿越了，就为了再见阿直。藏地是个讲究实际的地方，不像寿乃仙夏那样。他提到了一个重要问题，其实社长全名是鸟居直树，不是仙夏的直太郎，但他不听，反正有个直字嘛，坚持说是阿直。仙夏彻底恋爱了，藏地也一样，因为全美竟然邀请了他共进晚餐，桃花运真好啊！仙夏也从全美那里了解到，直树正在招聘秘书。虽然仙夏不清楚秘书具体做什么，但也明白这是陪在直树身边的工作，于是他直接去应聘了。古代花魁面试现代秘书，这场面真挺有趣的。在其他应聘者的各种证书压制下，仙夏应该没啥优势才对，可仙夏竟然成功应聘上了，而且迅速上岗了。但仙夏作为古代人，面对现代科技，真是完全蒙圈。复印这种事，仙夏根本不懂，所以就自己抄了一份。另一个秘书因此觉得，要不还是开除仙夏吧。但直树拒绝了，他说没事，不会有问题的，只要仙夏在他身边就好。仙夏一听，感动得流下眼泪，带，我愿意陪你一辈子。这让仙夏在下班后也悄悄跟踪了直树。仙夏没料到直树居然和一个女生约会，而且还送了礼物，这怎么行？仙夏绝不会放任这种事，他誓言一定要击败情敌，把直树夺回来。铁了心的仙夏完全释放了实力，用一手好茶留住了直树的客户，让客户答应晚上一起吃饭，还特意嘱咐带上仙夏，因为他立了大功。直树称赞了他，这让仙夏信心倍增，心里暗下决心，看吧看吧，阿直一定会越来越离不开我。另外，藏地陷入了困境，因为之前全美约他吃饭，但藏地却不知道去哪儿，所以很纠结，问了仙夏。仙夏说，餐厅不重要，只要和喜欢的人，去哪儿都无所谓。藏地的选择真是无语，只能靠自己解决了。真的是意想不到，藏地选的店只能说很糟糕，看这环境完全不适合初次约会，可是全美却特别喜欢。为什么呢？因为这店有他爱吃的东西，面对美食，其他的一切都不重要了。与此同时，陪直树去应酬的仙夏找不到厕所，被餐厅员工
当成新员工拉去陪酒。植树等不到他，只好去找人。没想到就这么一会，仙夏差点成了餐厅的红人。因为仙夏本来就非常漂亮，即使只是坐着，也让旁边的客人忍不住点酒。植树快郁闷死了，只好尽快带她离开。开什么玩笑？植树带仙夏来可不是来免费打工的。回到原位的仙夏完全没料到他会在这儿见到植树之前送礼的那位女人。都说情敌见面会更激动，仙夏斗志全开，和情敌较量起来，开始讨好心上人，把客户从竞争对手那儿挖过来，约了下象棋。不过这个客户不安分，在回去的路上竟然趁机吃仙夏的豆腐。这一幕也被刚结束约会的藏地和全美看到，仙夏可不会让别人占便宜，所以一发现就用武力直接制止了客户，还顺带温柔劝导一番。植树原以为客户会因仙夏的训话放弃合作，结果客户却很奇怪，居然在被骂后，他直接提合作了，说是敢于面对错误的事情，并且把错误指出来。这样的伙伴很少见，所以很期待接下来的合作。植树傻眼了，什么？这么厉害吗？这一次，植树真的由衷夸奖了仙夏。另一边，藏地回家后从寿奶那里得知一个大消息，原来植树并不是植太郎，而是植太郎的后代，真是世事难料。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仙夏怎么办啊？他还在公司呢，不知道这事，一直在和大家等合作的通知呢。等到真成功的那一刻，大家都挺高兴，仙夏也很开心。但在我看来，仙夏高兴的有点早，因为植树看着有点问题。还记得仙夏之前的情敌吗？植树送戒指给那女生，并约她一起旅行。女生想兑现约定时，植树却翻脸不认账，表示我没说过这事。等仙夏回到家，藏地想告诉他植树有点异常，因为植树只是想利用仙夏来处理应酬。但是仙夏一听，立刻变得不高兴。他说：“怎么可能啊？我的阿直才不会那样。哎，不知道怎么说啊。你家的阿直啊，也许真是这样的人，但植树不是阿直呀。”仙夏不愿承认藏地说的事情，又一次跑开了。第二天上班时，受骗的女孩找了过来，她想杀了植树，因为植树欺骗了她的感情。她特别绝望，觉得自己终于相信了爱情，结果却是这样。仙夏本想保护植树，但在知道女孩的遭遇后，他觉得植树实在太渣了，利用女孩感情的人最可恶了。于是仙夏抢过女孩手中的刀，决定面对植树。他辞职了，不再和植树共事。仙夏却安慰了女孩，以后要把自己放首位，男人可以喜欢，但不能是全部。仙夏安慰完后，就把刀子插在植树身旁，虽然扎进的是枕头，也斩断了两人的情谊。仙夏相信了，植树不是阿直，只是相貌相似罢了，所以再见了，渣男。仙夏最终找到了藏地，向藏地道歉后，仙夏告知他，原来这一切都是假的，他的阿直根本没穿越。现在的仙夏不清楚自己穿越来的意义何在。藏地无奈地叹了口气，这么漂亮的女孩哭了，谁都难免心疼啊。于是藏地告诉仙夏，可能是为了奶油泡芙吧，咱们去吃点好吃的，只有美食治愈一切啊。仙夏一听有道理，但藏地和仙夏没注意到，他们打闹的场景被全美看见了，结果引发了一些误会。让藏地和仙夏更加意外的是，植树竟然找上门来，他接住了仙夏，还想跟仙夏在一起，这是什么情况啊？仙夏当然拒绝了植树，还展示了倒拔垂杨柳的功夫，把藏地推开一边。真是搞笑，虽然这个男人长得像阿直，但他完全就是个渣男。仙夏肯定是脑残才同意和他交往，但植树不会轻易放手。他提议先试着谈恋爱2星期，如果仙夏还是不接受，那么植树就会退出。从那之后，仙夏的状态就不对劲了，不是因为爱，全因为手机。果然，手机这个东西最终会成为大家的最爱。仙夏的手机是植树送的，这部手机里只有植树的联系方式，因为只有植树一个联系人，所以仙夏爱上了用手机和植树聊天。不止如此，仙夏还在用手机语音助手，看看，这不就用小爱查天气了？仙夏甚至还学会了发短视频，玩手机那叫一个溜啊！因为仙夏的短视频，藏地家的餐厅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是叫姬子的 LO 娘。
俩人一见面就是一顿商业互捧。在互相商业捧场后，仙夏明白了姬子来的目的，就是要合作。姬子拍短视频宣传美食行业，他认为两人联手，短视频肯定能火，还能提高餐厅收入。仙夏也觉得有前途，于是两人坐下洽谈。不得不说，两人营造的感觉就像公主和花魁在茶会，玩的正是这种反差感。然后他俩就开始了美食短视频推广。看这短视频拍的真是绝了。在拍摄期间，姬子觉得仙夏简直就是古代花魁。仙夏当然承认自己就是穿越来的，没问题。但这么离奇的事，姬子会信吗？咱不确定，只知道姬子告诉仙夏，她也是穿越来的，这让仙夏震惊了。啥？你说什么？姬子说道。没错，就是这样，我也是穿越来的，咱俩能遇到，一定是命中注定。仙夏有点懵，难不成你也是坐了那个一去不回的人力车？姬子说，我是马车，而且我是明治时期的人，明治刚好是江户之后的时代，这让仙夏更信任姬子了。同类吗？这个时代的同类。另一边，全美和藏地在聊仙夏的八卦。还记得直树的恋爱试用期吗？全美告诉藏地，直树打算约仙夏出去玩，是个很有名的游乐场呀。藏地一听这话，哇塞，真了不起啊，估计女孩们都会喜欢这种地方吧。于是藏地顺势邀请全美一起去玩这个地方。原本藏地担心这样邀请会不会显得自己有些轻佻，然后被全美拒绝，但其实全美也对藏地有好感，所以他就接受了邀请，这让藏地高兴坏了。好事接连不断，藏地家餐厅因仙夏和姬子的视频火爆，店里人挤爆了，几乎忙不过来了，客人都争相和花魁仙夏合影。就在这时，直树找到了仙夏，想约她出来。仙夏一点都不客气，渣男，你来这干嘛？直树喊自己冤枉，不是试着恋爱吗？找女友，合情合理。仙夏虽然讨厌直树，但因为他送了手机，让他没那么反感了，所以作为回报，他还是同意了约会。毕竟一码归一码嘛。仙夏高兴得不得了，事情都往好的方向发展。如果没有意外的话，结果就是有意外。藏地带给仙夏一个坏消息，仙夏被姬子利用了。姬子这个女人是个在网上诽谤热门店铺的惯犯，当前的藏家餐厅西一已经被姬子盯上了。仙夏不能相信，不过在藏地的证据面前，仙夏还是相信了，立刻决定找到姬子对峙。姬子承认自己是骗子，并且利用人心的黑暗赚钱。虽然仙夏拍了很多视频，想阻止姬子给店抹黑，但完全没想到，结果反而让姬子有了抹黑的机会，害得藏地家餐厅的名声一落千丈。仙夏不打算认输，他想到一个办法，联合其他被抹黑的店铺，一起反击姬子。姬子被吓到了，但真的是被吓到了吗？仙夏的威胁被姬子录下来放上网，反而被他倒打一耙。这次事件，仙夏彻底失败，店铺名声更差了。藏地打算冷处理，时间会让人们忘记这事，生活也会恢复正常。仙夏听出了藏地的责备，他也很自责，但有人诋毁他，难道就不能反击吗？寿乃觉得藏地简直糟透了，这次体验只能说观念不同吧。仙夏因为很自责，离开了藏地的家，他去找直树，希望能得到他的帮助，但直树正忙着开会，没办法和仙夏聊，而仙夏不知道开会就是谈重要的生意，所以再次感到很自责。仙夏被一股时期的格格不入感包围，明明他想让一切变好，可是为什么总是帮到忙呢？在难过之下，仙夏来到了一个神社，这个神社在江户时期就存在，让仙夏感到很亲切。他在这里倾诉了自己的迷茫和不安，要是能回到自己的时代就好了。仙夏脑袋里突然有了个主意，如果向神明祈求，会不会就能回去呢？于是他光着脚去神社参拜，这在日本被称为百步参拜。但即使仙夏这么努力，他也注定无法回去。此时藏地正因和他闹别扭，所以正在和全美散步，不想路过神社时，看见仙夏在百步参拜。藏地本来要带仙夏回家，但全美阻止了藏地，因为他明白仙夏正在进行百步参拜。按照传统，百步参拜被人看见就会失效，为了不辜负仙夏的努力，两人只能装作没看到。但藏地实在放心不下仙夏，
只好跟全美道歉，自己回去找仙夏。仙夏因为百步参拜，已经精疲力尽，还意外摔了一跤，这让一直硬撑的仙夏终于崩溃，无助的大哭起来。也是，穿越就是一个人到了陌生地方，想走也走不了，就像被时空绑架了一样，这怎么可能让人不迷茫呢？正当仙夏伤心的哭泣时，藏地来电了，他请仙夏回到餐厅，因为大家要研究新菜单，没有仙夏可不行，不太行啊。像仙夏的豆腐泡芙该怎么做呢？所以仙夏得回去帮忙。仙夏听到后，终于破涕为笑，回到了家。藏地一家人都对仙夏的回家表示了热烈的欢迎，餐厅也恢复了往日的生机。这一场由姬子引发的闹剧终究落幕了。回归平静后，藏地找到全美道歉，毕竟那天他爽约了。然而藏地没料到，全美居然直接吻了他，这简直意外之喜。藏地无法相信，难道自己要脱单了，结束这漫长的暗恋吗？藏地在餐厅上班时的不安引起了仙夏的注意，他看到藏地一脸呆滞，马上猜到他和全美有状况。刚巧全美也来到了店里，仙夏热情地打了个招呼。就在这瞬间，藏地就躲起来了，他还没想好怎么面对全美。藏地的反应，全美只能感到有些失望。针对藏地的这种行为，仙夏进行了强烈谴责，藏地表示无能为力。没想到在这期间，藏地发现仙夏在使用社交软件，而且这软件是用来找对象的，只是仙夏很失望，还没找到理想中的另一半。对于社交，藏区的叔叔很有手段，在网上特别受欢迎。当然了，多亏了把照片修到基因级别，我只能说网恋太吓人了。而仙夏玩这个全是瘦奶教的，瘦奶因为没谈过恋爱，才一直执着追求。这不瘦奶传来好消息了，他跟仙夏说刚刚碰到了一个有缘人。仙夏一看照片，确实挺帅的。藏地觉得这男人一看就不靠谱，可瘦奶根本不听藏地的，瘦奶现在满脑子都是帅哥。你看，帅哥邀请他参加一个3对3的联谊会。仙夏听到后觉得挺好啊，赶紧参加，快点行动。不过瘦奶还是不愿带仙夏去，担心出岔子，两人意见不一致。没办法，瘦奶决定和仙夏比试一场，用相扑来较量，谁赢谁说了算。结果瘦奶完败了，于是仙夏将参加联谊会。与此同时，一个武士来到藏餐厅门外，武士的打扮让藏家人很意外。难道现在 cosplay 很火吗？这个武士是谁啊？我们先卖个关子，现在只能透露一个线索，武士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找到仙夏。不过他不知道，仙夏正在联谊会玩得正开心呢。为了参加联谊会，在帅哥面前留下好印象，瘦奶彻底改变了风格，简直时髦的不行。在联谊会的游戏中，因为仙夏的时代背景不同，玩职业接龙时，他说的都是江户时代的职业。瘦奶本以为会搞砸，但没想到结果却出乎意料，这事儿竟然给他带来了机会。因为瘦奶喜欢的帅哥，大学专攻的正是江户历史，这下俩人算是兴趣相投了。在仙夏的助攻下，瘦奶和帅哥果然有了进展。聚会结束后，帅哥还夸瘦奶可爱，并且交换了联系方式。但瘦奶没想到，这是被藏地瞧见了。回家后，藏地告诉瘦奶，对男人得小心点，特别是那种出见就夸女生可爱的，一般都不太靠谱。仙夏觉得藏地是不是太紧张了？别担心了，大家都是成年人。藏地最近确实有点紧张，看来他还没从全美的一个吻中恢复过来。在给全美送外卖的路上，藏地犹豫不决，不知道该如何出场。就在藏地左右为难时，他被直树强势的壁咚了。直树来找藏地就是为了了解仙夏，因为仙夏最近一直冷落他，忙着玩恋爱软件和参加联谊会。他觉得他需要掌握一些情报。藏地确实是个合适人选，因为同情同病相怜的男人，藏地就和直树透露了一些。仙夏很喜欢江户文化，藏地不知道，他和直树聊得热火朝天时，全美在外面等得着急了。哎，男人们，喜欢就快点行动吧，看看瘦奶，喜欢就直接去，多痛快，人家都约会郊游去了，瘦奶单独去约会。仙夏和藏地不放心，偷偷跟了过去。一过去，仙夏蹲点时闻到了酒味，奇怪，
谁大冬天跑到郊外喝酒啊？原来是在找仙下的武士。武士完全没察觉，他要找的仙下就在身边。仙下正津津有味吃瘦奶恋爱的瓜，眼看瘦奶的事搞定了，仙下就开始关注离开藏地的事。一想到藏地，就觉得不舒服。不过藏地明白仙下的心情，因为仙下怕在这个时代有牵连，将来要是回去了的话，难免还会因为离别而难过。仙下和藏地总是互相揭短，只能说损友一对，但是全美不了解他们的关系，所以误会了。全美很伤心，他俩真没搞在一起吗？藏地和仙下不清楚全美的误会，现在已经到家，一直在担心瘦奶。等他回来，立刻问他情况怎么样。听到结果不错，仙下很高兴。瘦奶对仙下说，他想送个礼物给帅哥，求他给点建议。闺蜜开口了，当然是两肋插刀。两人结伴去逛街，仙下提议送把刀吧。藏地吐槽，这年头谁还会喜欢刀？可是藏地万万没想到，他一转头就看到一个武士配着刀走在路上。藏地只好认错，好吧，刀也是有人喜欢的。仙下和瘦奶开心地讨论礼物，竟然在街上撞见了帅哥。这个帅哥真是深藏不露，居然都有孩子了。要不是巧遇撞见，谁能知道呢？瘦奶心碎了，藏地和仙下都觉得糟透了。靠，原来是已婚男欺骗感情吗？瘦奶回家哭了一会儿，又恢复了。好转的原因，你们绝对猜不到。百分号竟然是帅哥打来电话告诉瘦奶，说他是真心的，而且早晚会跟现在的妻子离婚，所以两人又好了。藏地警告瘦奶，冷静点，已婚男这样说，通常都不会离婚的。仙下也对瘦奶说，这么说，你有没有做好当小三的准备？小三是的，之前不知情，瘦奶还是受害者，但知道了还纠缠不清，那就是小三了。瘦奶对仙下说，你有人爱过，所以你不懂我这种人。说完就出门和帅哥约会了。仙下发誓，一定要让瘦奶回头。好姐妹不能眼看对方误入歧途，所以瘦奶，来相扑决斗吧。藏地站在旁边观战，心里就一个感觉，这真好看。瘦奶最后因为和仙下的比试，决定和帅哥分手。他不要当小三，想找个真爱当正牌女友，所以渣男，拜拜。瘦奶这一波醒悟让仙下很欣慰，好女孩做得好，未来一定会有好的缘分等着你。为了安慰瘦奶受伤的小心灵，仙下和瘦奶也去超市大采购。正在大采购时，突然背后飞来一支箭，仙下立刻警觉，有敌袭。仙下反手抓住了箭，让瘦奶快跑回家。而射箭的竟然是植树。另一边，受到瘦奶事情的鼓励，藏地再次约了全美。他觉得是时候做个决定了。藏地把全美安排在他们第一次见面的地方，然后开始向全美表白。藏地的表白深深打动了全美。按理说，表白应该能成功，但全美却打断了藏地。就在这时，该动手了，笨蛋！于是全美出手了，直接找上了藏地。他对藏地说，未来的日子就请多关照了。藏地和全美的进展，店里的人看了挺开心。藏地现在顺风顺水，反观植树却愁眉苦脸。原因很简单，就是在那晚的射箭之后，仙下拒绝了他，而且说他们最好不要再见面。都说得不到的总是最好的。植树现在就是魂不守舍，植树的忧愁和藏家餐厅的喜庆完全不搭。至于藏家餐厅喜庆的原因呢，原来是老员工的女儿百合来了，而且她带来了一个消息，现在有个偶像选拔比赛，为了出道成为爱豆，百合报名了。大家虽然不太理解，还是祝她好运，毕竟她这孩子长得挺可爱。为了参加比赛，所以百合才来找她爸爸，想在这里借住几天。仙下一听，借住，那就住我们那吧。全美一听，不对，藏地和仙下你俩住一起吗？藏地一时间慌了，哈哈，是啊，完全忘了说。一下子，全美和百合都到藏地家了。不得不说，这次藏地真倒霉。很快，百合的偶像计划启动，仙下作为监护人，也陪百合到了现场。凭借仙下的出色指导，引起了负责人的注意，于是邀请了仙下也来参加偶像选拔。仙下当然爽快答应，既然都来到现代了，有机会当然要尝试一下。
于是仙夏和百合作为竞争对手展开了表演。为了争夺5个偶像名额，百合真的拼尽了全力。仙夏看到了女孩的努力，仿佛看到了童年的自己。决赛很快到来，她也穿上了学生制服，进行了独自试镜。百合跳了一段舞，仙夏看了，并为她加油。另一边，全美找到了藏地，他想搞清楚仙夏和藏地之间的关系。因为仙夏的缘故，全美总是放心不下，觉得自己像是插足的第三者。但当藏地对他说他们只是像家人一样，全美就释怀了。于是他让藏地带他去偶像选拔会场，一起为仙夏加油。看藏地的样子，简直是个狂热粉。在偶像选拔的最后，仙夏和百合都没能通过。百合难掩失望，她想成为偶像的唯一理由，其实是为了尽快自立。这个年纪的小孩啊，总是这样的。事情结束后，全美看了仙夏的偶像练习表，发现仙夏心里最在乎的是藏地，这下心里突然有些难受。全美明白，或许藏地对仙夏来说像家一样，但仙夏呢？他的想法又是什么呢？全美觉得这绝对是一场感情危机。仙夏不知道全美的担心，也不知道此时在藏地的家中，他们又迎来了新的客人，那就是之前我们一直见到的武士。咱只能说，藏地叔叔真喜欢带奇怪的人回家，也不怕带个麻烦回去。武士在藏地的家里发现了仙夏的衣物，他感觉仙夏肯定被这家人绑架了。幸好寿乃机敏，知道武士和仙夏有关系后，也明白了过来。这个人也是从江户时代穿越到现代的。武士听了寿乃的话，也承认了，他的名字叫做长卫兵，是为了履行和仙夏的约定，所以来到这个时代。好家伙，又一个穿越者，难不成你坐的是人力车？那个车夫肯定是时空管理者吧？在藏家人的帮忙下，长卫兵找到了仙夏。那时仙夏和直树正煽情呢，没想到突然闯进一个人。那个人一上来就跟仙夏说自己是来履行约定的，请仙夏嫁给自己。瞬时仙夏和直树都懵了。吼嘿，你到底在说什么啊？这是什么让人惊讶的进展啊？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想知道后续如何，请听下回分解。你知道吗？穿越有时并非好事，尤其是一个古代人穿越到现代的时候，他会离开自己熟悉的家乡，离开熟悉的亲朋好友，去适应一个全新的地方。今天的穿越主角是来自江户时代的花魁，他叫仙夏。在上一集，仙夏穿越到现代后，遇到了藏地等人，开始了自己的异世界之旅。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时，长卫兵这个时空穿越者出现了。他来到现代的原因，就是为了兑现和仙夏的婚约，一起举办婚礼。仙夏把长卫兵带回家，告诉大家，那个所谓的婚约，其实只是儿时的一个约定。那时候，他们是邻居，日子都很穷。谁能想到长卫兵一直惦记着结婚这事，为了这事竟然穿越时空，真是个人才。不仅如此，长卫兵还在江户时代卖扫帚，变成有钱人，买了个武士身份，就是为了回到江户，和仙夏结婚后，仙夏能过上自由的日子。仙夏听了后，马上抓住了长卫兵话里的重点。什么？去江户？好啊，太棒了！于是仙夏立刻决定和现代朋友告别。大家都有些不舍，于是决定给仙夏办个欢送会。出乎意料的是，在欢送会上，仙夏终于决定启程，长卫兵却说他不知道回去的路，真是个大乌龙。长卫兵也非常内疚，他也忘了这事了。在寿乃的追问下，长卫兵回想起自己的穿越经历。他在仙夏失踪后，就去了人力车夫提到的地点，连续几天不断尝试，终于在第1572次的时候，长卫兵成功穿越，来到了这个世界。哥们，你真牛啊！寿乃听了，真是震惊，不愧是武士出身的男人。到了现代，长卫兵进入藏家餐厅，当了一名厨师。看长卫兵的刀法，剪青菜秒变丝，干净利落，没废话。在这段工作时间里，长卫兵也得知他在现代有个大情敌，就是直树。他如今可是个公司社长，绝对属于大人物级别的对手。长卫兵现在一文不名的武士身份，完全没法竞争啊。长卫兵听后表态说，我不会认输的，在这个时代，我也会挣大钱，然后让仙夏过上好日子。不得不说，长卫兵绝对是好男人的典范啊。
仙夏在现代生活中也不示弱，也有了新的工作，那就是服装店打工。看仙夏的推销能力，简直是店里的销冠啊！而另一边，植树正为如何追仙夏发愁，还向他员工全美求助。全美也为仙夏的问题烦恼，因为藏地是全美的男朋友，他觉得藏地对仙夏有种微妙的情感，所以如果植树能搞定仙夏，那简直再好不过。现在全美为了留住藏地的心，不仅努力工作，还精心准备了一份藏地的生日策划。这，姑娘，你怎么做到这样啊？看来现在除了藏地，其他几个人都在为追求恋人而发愁。藏地对仙夏去服装店打工也有些不解，为何不继续在藏家餐厅呢？仙夏说，那是为了在江户前留下更多回忆。其实，仙夏打工是为了给藏地买生日礼物，毕竟仙夏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穿越回去，想着趁现在能送，就尽快送吧。可是仙夏买礼物却被全美注意到了，全美一看就明白这是仙夏给藏地准备的礼物，她心里有点不舒服，因为明明藏地是她的男朋友，却总和仙夏纠缠不清。不用说，藏地确实有问题，夹在两个女人中间左右为难，结果两个女人都难受，就是因为她没讲明自己的心意。另一边，常卫兵为了讨好仙夏，竟然去诈骗赚钱。这电话可不是普通的电话，而是诈骗电话。结果常卫兵还真把一个老太太给骗了，正准备拿钱时，可就是这个时候，常卫兵发现了事情的不对，于是没有收钱。没收到钱的常卫兵回到传销组织，告诉大家，那位老奶奶已经10年没联系儿子了，所以他没拿那钱。传销组织说，那样更好骗啊。就在这时，常卫兵才反应过来，什么？你们在骗人？难道你们是坏人？这家伙真是反应慢。传销老大听到常卫兵这么说，就把常卫兵打走了。这一伙人完全没料到，他们带走常卫兵的场景恰好被路过的全美看到。全美本来打算去见藏地，而在家的寿乃和仙夏在常卫兵的包里找到诈骗的套路，大家这才明白，原来常卫兵被人骗了。于是几人计划等常卫兵回家后，好好教育他一番。目前最重要的是找到常卫兵，确保他是否安全。仙夏开始打电话联系朋友，从全美那儿得知了常卫兵的消息，仙夏这才放下心，立刻赶往全美提供的地点去寻找常卫兵。与此同时，藏地也准备去见全美，毕竟他们是男女朋友嘛，约会那是理所当然。在藏地和全美进行甜蜜约会的时候，常卫兵就惨了，他被传销头子绑起来，还要被剪掉他在意的头发。全美不希望约会被打扰，所以没把常卫兵的事告诉藏地，希望藏地能陪他享受2人时间。但是事与愿违，寿乃打电话给了藏地，让藏地赶紧支援仙夏和常卫兵，还问藏地，难道全美没告诉你吗？全美这下糟了，他被藏地责备，你怎么不告诉我这么重要的事？藏地不懂全美的心思，因为他只是想和藏地在一起，至少在藏地过生日这天，他们能留下美好的回忆。藏地总是最关心仙夏，让全美特别嫉妒。而就在这时，常卫兵的发髻被削了，差点成了河童。正当常卫兵要挨打时，仙夏赶来了，他要救下常卫兵。仙夏虽然是个花魁，但拳脚功夫相当了得，一边对付几个壮汉，还能一边教训常卫兵。可心不在焉，总有意外，仙夏就被偷袭了。正巧这时，藏地赶到救了他。警察一到，传销犯全跑了。藏地带上仙夏，和常卫兵一起往家跑。到家时，藏地已经累得喘不过气了。再看另外2人，只能说江户时代的人体力确实比现代人强。寿乃看到大家平安无事，终于放下心来。唯一不高兴的，可能就是全美吧。明明缜密计划了一切，结果还是被抛弃，全美怎能不心凉？事情结束后，仙夏也回想着今天的一切，以及全美的话，觉得自己或许不该继续待在这个时代，因为自己长卫兵才穿越到这里，险些丧命。不仅如此，还伤害了全美和藏地的感情。正当仙夏感到绝望时，植树出现了，他安慰仙夏，不论仙夏如何，他都深深爱着她，并且想娶她为妻。说完便拥抱了仙夏，但这一幕被侍卫看见了，又要热闹起来了。仙夏被求婚后，
得到了一枚钻戒。这钻戒真够闪的，寿乃也觉得这戒指太奢华了。有钱人就是这样。侍卫很难过，仙夏真的选了植树不要我了吗？仙夏看到侍卫还是不放弃，他再三劝说，语重心长地表示：没错，我想清楚了，我会作为植树妻子，留在这个时代。得到肯定回答的常卫兵难以置信啊，封地也难以接受啊，不是因为真爱，单纯作为朋友。封地觉得仙夏和植树甚至没经历恋爱就直接闪婚，这靠谱吗？仙夏说没问题，毕竟在江户时期，和男人不了解就结婚很正常。藏地认为现在不是江户时代了，没考虑清楚就结婚，将来怎么办？植树正好赶到，听见了藏地对结婚的质疑，立刻就表达了不满。植树虽不满，藏地还是挺现实的。首先，仙夏没有户籍，拿不到结婚证，无法得到法律保护，也就是所谓的同居，对仙夏真的没有保障。另外，植树可是钻石单身汉，要是结婚被媒体知道，那仙夏怎么办？这些问题确实很实际啊。可是藏地说的那些，植树早就想过了，根本不成问题。1个星期后，仙夏就能搬过来了。仙夏和植树住一起之后，怎么说呢？依然感觉格格不入。果然如此，社交圈真的是个要命的存在啊。藏地和常卫兵这2人也挺别扭的。被仙夏拒绝后，常卫兵最近一直在琢磨，怎么才能重新赢得仙夏的心呢？这小子真是执着啊。常卫兵想着，钱比不过人家，但还有别的办法让仙夏幸福，那就是回到江户时代。为了回去，常卫兵不得不试图跟穿越来的方式一样，在同一地点不断尝试。一个人天天在那里拉车，偏巧这事让寿乃撞见了。看到常卫兵这样，寿乃也不忍心，于是帮忙出主意。寿乃想到了一位车夫，穿越后那个车夫去哪了？常卫兵想了想，车夫好像没跟着穿越过来，难道只坐在车里的才会穿越？想到就要试试，于是常卫兵想让寿乃上车试验。寿乃立马不愿意了，说你够朋友吗？咱就是说，要是误去了江户怎么办？常卫兵一听，拍着胸脯保证，没关系，就算你去了，我们也会过去接你回来。常卫兵这个人啊，真是太乐观了。寿乃最后还是上了车，常卫兵陪着寿乃跑了1000多次，但一直没成功。寿乃被常卫兵这样的努力也是感动了，答应常卫兵在之后的日子里也会和他一起尝试拉车回江户。1周很快就过去了，在仙夏即将离开搬去和植树一起住的时候，藏地一家人拉着他吃了豆腐火锅，算是欢送会了吧。就在那一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烦恼，特别是植树和全美，2个人都知道自己的心上人的心可能不在自己身上，于是同病相怜的去喝酒。结果植树和全美没料到，他们只是喝了几杯就被狗仔队拍下，第2天就上了新闻头条，标题还写他们出轨，简直太震撼了。这4个人之间真有意思。仙夏和藏地看新闻时完全不敢相信，觉得不可能发生。植树和全美在公司也很郁闷，藏地为了这件事找植树算账，但不是为了全美，而是为了仙夏。藏地的做法让全美很难过。植树为了减轻事件影响，开了新闻发布会，但植树的助手不想让他承受巨大的舆论压力，于是把植树锁在了办公室。面对舆论，目前最好是冷处理，毕竟挑刺的人总能挑到刺。但助手没料到植树出不来，还有仙夏。为了植树，仙夏参加了新闻发布会。记者们觉得不妙，因为仙夏作为妻子，如果原谅丈夫的出轨，舆论就没法攻击了。仙夏真的会这么做吗？在发布会上，仙夏否认了和植树是夫妻，还把植树的戒指摘下来踩到了脚下，说这东西有很多男人送他，男人不过是玩物而已。这样一来，植树的名誉保住了，但仙夏却遇上了麻烦，因为他的背景并不清楚，不能在人前暴露身份。大家都替仙夏捏了把汗，怕他说出穿越的事。结果事与愿违，仙夏还是在人多的时候说自己是江户来的花魁，幸好话太离谱，所以没人信。之后植树找到他，想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现在植树没事了，还名声大振，不过仙夏被认为是坏人了。仙夏说自己有义务支持植树，植树明白仙夏心不在自己身上，
于是写了休书给仙夏，让他去追求自己的幸福。全美去找了藏地，因为被藏地忽视，全美感到非常难受。且不提这次藏地对他的不闻不问，即便他告诉藏地自己和植树有过关系，藏地也毫无反应。全美觉得藏地就是不在乎自己，果然得到了就不再珍惜。藏地看着全美这样，其实也觉得难过，他知道是自己让全美痛苦，于是抱紧了全美，并向她保证今后一定会把她放在第一位。然后仙夏不想因为自己打扰全美的幸福，住进了店里。全美和藏地度过了一段甜蜜时光。这时一个大老板来到藏家的店里，竟然是藏地的亲爸，可他来意不善，威胁店铺关门，因为地皮是他的，现在店铺生意不好，所以他说要关门。为了救店铺，仙夏和老板打赌，如果营业额上升就不能关门。老板认为仙夏脑洞大开，还是同意了他的提议。之后为了增加销售额，仙夏费尽心思，首先从植树的公司入手，毕竟他们是老客户，所以送餐时仙夏送了双份，这样就赚钱也翻倍了。植树知道仙夏要冲业绩后很恼火，手下不懂眼色，怎么不多点4倍的货量，帮心爱的女人冲单。植树的这一举动让助理都愣住了。此时在店里的藏地也在想办法，他发现一个影响业绩的问题，那就是出餐速度太慢了。仙夏也觉得是这样。正巧这时候店里的其他员工也找到了更好的工作，都准备辞职了，甚至连藏地也找到了理想的工作，就是全美介绍的插画活。绘画这件事也是藏地一直以来的梦想啊。和店铺对比，当然更让藏地喜欢的是，另一边常卫兵还在练习拉车。在瘦奶的帮助下，常卫兵了解到回到江户时代不仅要坐在车上，还有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满月。满月加坐车，且必须在同一个地点。常卫兵和仙夏终于能穿越回江户了。为了感谢瘦奶，长卫兵向他保证，以后如果他有困难，自己一定会帮忙。你吱一声，我立马赶到，这是男子汉的回报。瘦奶一听心里也是高兴。那时候你都回江户了，还能随叫随到。瘦奶觉得常卫兵这么想就不对，即使他在江户也可以再穿越回来吗？这一份恩情常卫兵无论如何都会报答。瘦奶听他这么说，春心萌动起来，这不就是好男人吗？就在此时，藏家餐厅大老板又来了，这次带了人，好像不相信仙夏能赢，提前来看场地，计划把餐厅改成大楼。藏地很不爽，老爸总是这么自负。大老板看到了藏地，又是一通骂自己儿子没出息，总是半途而废。藏地赶紧撞老板，别小瞧我了，这次我找到插画的工作了，不只是插画，餐厅的活我也能干好，可能压力太大。藏地这次画插画怎么画都不满意。仙夏看出了藏地的压力，陪着他一起想办法。藏地终于画出了理想的插画，全美很开心，因为插画很成功，这真是值得高兴啊。好事成双，藏地的插画顺利完成，藏家的餐厅也红火起来，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希望大家都能渡过难关。就在此时，大老板来到了植树的公司。全美知道大老板是来和植树公司谈合作的，所以才出现在这里。藏地见到这便宜老爸很不开心，谁家爸爸会一直打击自己儿子的？藏地怎么会喜欢他？偏偏大老板不懂藏地的心。见到植树时，我提起了藏地做插画这事，全靠植树帮忙，希望以后也多照顾藏地。转身大老板对藏地说，我那窝囊儿子，你撑不住了就来找我，毕竟家里新开了子公司，工作机会多的是，绝没有遗漏你。这一幕恰好被仙夏撞见，仙夏帮着训斥了大老板，但是藏地并没有道谢，只是默默和全美走了。仙夏心里其实是喜欢上了藏地，而且还喜欢的不浅，所以藏地的一举一动都深深牵动着仙夏的心。因为藏地心情不好，仙夏也感到不快乐，甚至把怒气发泄到常卫身上，让他更加内疚。常卫兵又不无辜，我干嘛要对他发火呀？仙夏越想越难过。就在这时，瘦奶找到了他，他在想，要是喜欢的人已经有喜欢的人了，该怎么办？看得出瘦奶是真心喜欢常卫兵啊，他既深情又执着，努力又专一，
谁能不爱呢？少奶问仙夏这个问题，就问对人了。仙夏喜欢的藏地可是正好喜欢着全美呢。仙夏回答说，如果是自己的话，大概会祝福他们吧，希望自己喜欢的人能幸福。少奶这样想着，但如果真这样，反而会很心疼吧。仙夏一琢磨，确实啊，很难受，那该怎么办呢？明知道不行，却按耐不住内心。在这样的煎熬中，餐厅迎来了最后一天，他们在这天要赚到30万，这真是个大难题。为了这一天，店里的每个人加足马力。然而就在此时，仙夏倒下了。藏地得知了消息，心不在焉的，因为他和全美忙着插画的事，插画方案截止快到了。在两难抉择下，藏地决定回去看仙夏，这让全美再度难过了。你这混蛋男人，不是说好了以后会把我放在第一位吗？果然是骗人。藏地回到餐厅，大家为了营业额一起努力，可最后还差1万日元。藏地没辙了，只能找便宜老爸帮忙。他发誓自己可以按老爸意思生活，去家里的公司工作，但条件是不能关掉餐厅。这样的举动让大老板感觉儿子确实成熟了。他不希望藏地去公司上班，毕竟藏地这么不靠谱，那块地就当送给藏地了，反正没收益。咱就是说，大老板作为父亲真挺傲娇的。所有事情结束后，藏地参加了餐厅的庆祝晚会，全美发信息邀请藏地见面，藏地赴约。见面后第一时间，他向全美道歉，因为他知道自己又没守约。全美也真是倒霉，男友多次为了其他女人爽约，但全美恨不起来藏地，因为藏地确实对他很好。但最大的问题是，藏地爱的是仙夏，不是他。于是全美和藏地分手了。全美提出分手，藏地也不挽留，转身就走，这让全美更心碎了。全美难过时遇见了直树，直树非常懂全美，他们俩算是同病相怜，决定一起去喝一杯，排解心中的愁绪。藏地离开后，找到了仙夏，并向仙夏表白。同时，长卫兵在家里发现，今天是能穿越回江户的日子，他能不能带仙夏走？我觉得悬。为什么呢？因为仙夏接受了藏地的表白，所以现在他不确定要不要回江户。长卫兵不了解仙夏的想法，仍在为回江户努力，因为他又找到一个重要的穿越条件，那就是彗星。那天不仅是满月，还有彗星。这个条件需要回到1860年代，还真是严苛啊。上次测试穿越回1860年的江户时代，能成功穿越到那时，长卫兵和仙夏居然做到了，这确实是个奇迹。为了帮长卫兵 ，Friday 做出了努力轮。寿奶查了一下，下次与彗星同现的满月日，就在3月11日，也就是回去的日子，在10天后。如果错过这天，长卫兵和仙夏就无法回去了。仙夏对此还不知情，正在餐厅开心地和大家讲述自己的藏地故事，大家都很高兴。可仙夏告诉藏地，我们还不是正式情侣，因为在江户时代，随意更换对象很不道德，在吉原根本不被允许。想要成为正式情侣，就必须通过考验。至于考验是什么呢？那就是讨对方欢心，展现自己的男人味。马上明白了，不就是约会吗？说完就和仙夏约会去了。约会的地点也很有意思，竟然是保龄球馆。仙夏作为花魁，可谓样样精通，打球的技术真有你的。再看看藏地，我也不好评价，只能说仙夏已经把标准降到了藏地只要进1个球就可以。结果但藏地还是没成功，仙夏无奈，决定换个约会活动，去抓娃娃，让藏地展现男子气概。这2个人的约会，咱看着他们挺高兴的。在意这事儿的还有家里的寿奶和长卫兵。长卫兵急着告诉仙夏回江户的消息，却被寿奶拦下了。他私心里希望2人留在这个时代，反正时间久了也习惯了。长卫兵一听，可不行，必须回去，因为他想和仙夏在江户成亲。为了这个梦想，长卫兵10年来付出无数的辛劳和汗水。寿奶一听，确实如此。另一边，失忆的全美和直树正在互相安慰，2人都觉得自己太惨了。但更惨的是，仙夏和藏地居然在这约会。好家伙，直树瞬间炸裂，他决定不走了，非要偷看这2人约会。而且直树偷看就算了，
还不告诉全美。但事情哪会这么顺利？因为一个顾客闹事，全美注意到了藏地和他人约会，心情更加郁闷。看看藏地在仙夏面前的样子，和跟自己在一起时完全不同。约会结束后，藏地回到家，常卫兵告诉藏地，他找到了返回江户的方法，所以想告诉仙夏。但藏地上次说可以回江户，已经让他失望过一次了，所以长卫兵的话，仙夏不会信。之后把这事交给那个常卫兵。不过事情怎么可能顺利呢？尤其两人刚刚在一起。本来藏地想替常卫兵告诉仙夏这个消息，却总是没说出口，被各种意外打断了。这时藏地也发现仙夏身体有异，仙夏的记忆正在消失。具体表现是，仙夏竟然要卖掉自己的花魁套装，真是蹊跷。寿乃也发现画册上仙夏的身影在消失，这可真糟糕。也就是说，仙夏在历史上消失了，导致了历史的改变。这种变化已经对仙夏的过去构成了威胁。常卫兵认为，传达这个能回家的消息已经迫在眉睫。然而，当仙夏听到这个消息时，他竟然显得很茫然。藏地并不想让仙夏离开，不过，如果仙夏不离开，他的过往记忆会消失。对于他来说，这就像抛弃了家乡。于是，仙夏有了个主意：大家一起返回江户吧。但藏地听了却摇头，不仅是因为现代生活，还有他在现代的家人，藏地也放不下呀。长卫兵可不同意了，因为江户时代，仙夏也有亲呀。你舍不得亲人，让仙夏留在现代，仙夏就能舍得亲人吗？所以常卫兵对仙夏说，现在最好的办法是回江户，再不回去的话，仙夏的记忆即将消散了。寿乃搞不懂，为何常卫兵非得竭尽全力，一定要带仙夏回江户。其实他自己回去也可以的，只是多年感情难以割舍，放下并不容易。寿乃很难过，不过他也有了新的领悟，那就是他像仙夏。长卫兵可能是那种人。他在网上偶然见到一个自称来自江户时代的和尚，和尚出现的也很突然，就像仙夏一样。但过了一段时间，和尚仿佛变了个人。如果在现代待太久，江户时代的性格可能会消失，这意味着仙夏也可能完全变样。藏地也把仙夏能回去的事告诉了全美。对于这件事，他很纠结，有时觉得干脆和仙夏一起回去得了，反正现代都失败了。和藏地不同，寿乃通过和尚的变化这件事有了新想法。现代人在古代记忆会像在现代消失了一样，可能会忘掉这段旅程的记忆，这大概就是所谓的世界修正力吧。寿乃非常舍不得，因为一旦常卫兵回去了，他也可能会把他遗忘。可是他必须得回去，即便是常卫兵也受到了时空力量的影响，正逐渐遗忘江户。另一方面，仙夏正在极力回想自己的过去，可怎么想都记不起来。他甚至忘了阿直曾送他梳子。很快发生了一件事，让回江户和留现代的人矛盾升级。常卫兵的板车坏了，常卫兵想着不想让仙夏回江户的只有藏地，于是他找到藏地，二话不说就揍了一顿。连仙夏都没能阻止暴怒的常卫兵，你看他都拔刀了。为了阻止他，仙夏告诉他，他不打算回江户了，要留在现代，和藏地一起生活。所以啊，常卫兵，这段时间真是对不起了。即便如此，常卫兵依旧没打算放弃返回江户。他认为，即使仙夏忘了过去，他也要回去，守护这些回忆。于是他抓紧时间修板车。看到常卫兵这样，寿乃也不忍心，于是寿乃承认了，车子是他弄坏的，他不想让常卫兵回去。至于仙夏为什么留下，那是他找到了穿越的原因。或许神明想让他忘了阿直，然后遇到了藏地吧。不过藏地被表白后，还是觉得仙夏该回江户，因为喜欢他。因此藏地认为仙夏必须回去，他不希望过去的仙夏消失，希望他能找回自己。仙夏听后也答应会回去，并以花魁的身份发誓，回去后一定会把你忘得彻底。但在回江户之前，仙夏想在这个时代留下印记。他到了植树公司，却发现他不在。植树为什么离开，全美大概知道一点。为了弄清真相，藏地和仙夏带着全美找到了植树。离职后的植树现在在野外过简朴生活。看到有人来了，他感到惊讶，也很高兴。
但他被仙夏发现，嘴上说着过着极简生活，但包里却一直放着全美之前的策划案。全美不理解，你都离职了，还留着他干什么？看来植树还是放不下公司，所以全美想知道植树为什么要离开公司。植树也不拐弯抹角，既然你想了解，那我就直说了，大概是因为同病相怜久了，我似乎对你有感觉了。在公司里，只要和你在一起，我就不太像平时的自己。植树坦白，自己就是为了认清自己，刚躲起来呢。全美一听，心里有点小算盘，向植树坦白了一些。我看行得通。另外，常卫兵的修车计划如火如荼，藏地也和他冰释前嫌了，决定回江户之后，常卫兵想堂堂正正的和藏地决斗。在仙夏还记得藏地的时候，已经赢得了他的心，所以常卫兵也提议，现在的藏地就好好陪陪仙夏吧。藏地一听，决定带着仙夏去圆梦，攀登上了日本最高建筑，在这里能看到整个城市，却让仙夏有点伤感。是啊，能看到除了江户。这一天过去之后，就是仙夏和常卫兵穿越的日子了，大家都很舍不得，正在做最后的告别。另外，植树回公司后向全美告白，想和他结婚。为了避免全美不同意，也可以先从朋友做起。全美觉得可以，哈哈，这两人果然有情况。话说第二天早上，长卫兵和仙夏坐上板车，车夫是藏地。藏地想亲自送他们回去，但拉着拉着，忽然觉得手上轻了，回头一看，两人消失不见，他们已经回到江户了。仙夏担心自己忘了现代的生活，鸟儿忙着记录那些回忆。现代藏地发现了一件事，餐厅的员工已经有人忘了仙夏，这是个坏消息。江户的常卫兵也类似，他逐渐忘记了藏地和那边的时代，两个人都舍不得现代生活，所以常卫兵告诉仙夏，明天晚上好像有彗星，搞不好能把你再送回去。仙夏一听，送回去是啥意思？你要放弃我了吗？常卫兵怎么会放弃呢？他只是不想看到仙夏难过罢了。仙夏在常卫兵的帮助下，又回到了现代，但仙夏却发现，已经过了1年，所有人都忘了他。仙夏开始担心，大家不再记得他了，那藏地呢？也会忘记吗？于是仙夏马上去找藏地，果然藏地基本也不记得了。他们擦肩而过，彼此竟没认出对方。他唯一记得的，就是和仙夏最后约会的地方。虽然藏地忘了，但是妹妹寿乃真靠谱啊，居然找到了江户17县。夏季下的现代故事，还阴差阳错的让藏地看到了。藏地的记忆立刻恢复了，于是找到了回来的仙夏，和他谈起了自己的思念。这两人终于穿越时空重逢了。仙夏决定自己留下来，不再离开，永远陪在藏地身边。顺带一提，寿乃找到的书其实是常卫兵留的。常卫兵的后代现是一个公司的社长，并且定了家规，只要遇到一个叫寿乃的人，快要把笔记交给寿乃了。多亏了常卫兵的帮助，要不然现代的人还真的记不起仙夏呢。故事的结尾，一个圆满的结局，大家都得到了理想的收尾。植树和全美穿着情侣装上班，仙夏也回到了藏家餐厅，开启了现代花魁之旅。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儿了，咱们下次再见。